极寒末世，我被未婚夫和闺蜜抢光物资冻毙，临死前还听着他们嘲讽，重活一世，激活生存堡垒系统，变卖全部家产，囤货青牛山溶洞，打造全球无敌安全屋。这一次该轮到他们在雪地里挣扎求存了。水晶灯光晕刺眼，我微眯着眼看着眼前单膝跪地的男人，他捧着硕大钻戒，对着假深情的笑。雨晴，嫁给我，我会用一辈子对你好。我垂眸扫过他身后的柳如烟，他垂着头，嘴角藏不住的得意在灯光下格外扎眼，手指正悄悄捏了捏陆明轩的后腰。明天永夜暴雪便会降临，而这对狗男女曾站在我冻僵的尸体旁，抢走半块压缩饼干嘲讽，活该饿死，非要买没用的化妆品。记忆汹涌，指尖颤抖，是极致的愤怒与后怕。雨晴，你发什么呆？陆明轩皱眉，眼底闪过不耐，料定我这富家女又在矫情。我愿意。我回神，伸手任由冰冷戒指套上无名指。订婚宴散场，陆明轩借口公司急事匆匆离去。我知道他是迫不及待的要去和柳如烟庆祝这完美的订婚。我径直走进书房反锁门，电脑冷光映着我的脸，屏幕上是城郊青牛山的荒地房源，附带废弃战备防空洞。因偏僻闹鬼，售价低廉，却是上一世无人知晓的末世避风港，深处连通恒温溶洞，藏着地下暗河与神秘泉眼。就它了！我当即确认购买转账，随后将名下2套公寓、1个商铺及所有股票基金挂出即售，价格低于市场价1成。沈小姐，您确定要这么低价抛售？这可是优质资产。确定，钱我现在就要。我语气平静无波，看着银行卡里暴涨的800多万流动资金，脑海中响起机械音。检测到宿主拥有初始资金生存堡垒系统已激活，新手礼包已发，极端环境溶洞改造全图鉴 X1 任务1，在暴雪降临前将青牛山据点改造为 S 级安全屋。我叫来搬家公司20辆大卡车的物资，直发青牛山工业制养鸡10年份压缩干粮，凡能想到的应有尽有。次日晚，陆明轩带着廉价香水味归来，只看到空荡房间与离婚协议书。沈冰，你死哪儿去了？怒吼着，却发现我手机关机，证件财物皆无。此时青牛山溶洞入口已被伪装成天然岩壁，洞内钢筋混凝土浇筑声震天。我穿着工装裤站在高处平台，听着系统主体结构加固完成的提示，嘴角扬起真心的笑。陆明轩，暴雪已至，你在哪儿避难？我转身看向指挥搬货的父母，轻声说：爸妈，我们回家。这片冰雪世界里，这里才是我们唯一的归宿。陆明轩那家伙在空荡的公寓里转了好几圈，每一步都像踩在真空里，回声空洞可笑。原本摆满奢侈品的柜子早已被我搬空。搞什么飞机？玩离家出走啊！厨房里冰箱大开，只剩2根腌黄瓜和半盒过期牛奶，那是我特意留下的。他根本不担心我出事，只当我回娘家装可怜。正好，省得你碍眼。宝贝，那丫头骗子走了，今晚来我家，我把那瓶82年的拉菲开了。明轩，你快看窗外，窗外下雪了。下雪怎么了？这才几月份啊？原本该是盛夏7月，窗外的香樟树还该绿意盎然，10几分钟便积了10厘米厚，诡异万分。可此刻天空阴沉得像一块进了水的铅板，不祥预感袭来。他拨打我电话，却发现早已关机。该死！陆明轩转头冲进厨房，翻箱倒柜，才发现我清空了储物柜里所有食物，还断了他的粮。他把吃的都带走了。陆明轩大概从没料到，那个对他百依百顺的女人竟会卷款断他粮。慌乱中，他踩到我留下的便签，上面我的字迹宣告婚约作废。房子已被我低价急售，且款项全捐，食物和现金也被我带走。陆明轩如遭雷击，点开房产 App， 果然看到豪宅急售，今晚即可过户的信息。他大概怎么也想不通，我不仅跑了，还把家底都败光了。沈冰，你个贱人！陆明轩疯狂地砸着屋里的东西，水晶灯、名柜、花瓶、智能电视，碎片满地都是。就在这时，大门被急促的拍响。明轩，开门啊，我好冷。陆明轩打开门，一阵夹杂着冰雪的寒风灌了进去。柳如烟裹着一件单薄的风衣，浑身湿透，冻得嘴唇发紫，手里还提着个湿漉漉的爱马仕包，狼狈极了。陆明轩看着这个平日光鲜的女人，此刻狼狈发抖，心里怒火顿生。怎么这么冷啊？停电了。别摸了，没电，没暖气。沈冰那个贱人把什么都带走了。那怎么办？我们吃什么？陆明轩瘫坐在沙发上，看着窗外越来越大的风雪，绝望地抓着头发。我不知道怎么办。就在这时，柳如烟眼尖地看到了茶几上我不小心遗落的郊区地形图。青牛山天然溶洞，有水有空间，我找到了。柳如烟捡起地图，眼中闪过一丝贪婪的光。明轩，你看这个青牛山，沈冰是不是去那里了？他是不是在那里藏了东西？青牛山，那个鸟不拉屎的地方。陆明轩猛地抬头盯着地图，又霍地起身，抓起柜子里最后2瓶茅台，眼神凶狠。走，去青牛山。可是外面……不想冻死饿死就给我走。沈冰那个傻子肯定在那破山里藏着，只要找到他，那些物资就是我们的。2人裹上最后的羽绒服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冲进了风雪中。而此刻，城市另一端的青牛山深处，轰鸣的机械声终于停歇。我站在溶洞的入口处，看着眼前焕然一新的景象，长舒了一口气。
在系统图纸和重金聘请的工程队日夜赶工下，这座天然溶洞已经变成了固若金汤的地下堡垒。入口处是厚重的3米钢铁闸门，伪装成岩壁纹理。门后是长达50米的防爆缓冲通道，两侧布满了监控和防御工事。再往里走便是生活区，巨大的溶洞穹顶被加固，悬挂着数盏大功率 LED 灯，模拟白昼。左侧是已经注满清水的巨大蓄水池，连接着那条汩汩流淌的地下暗河。右侧是分区明确的种植区，虽然现在还是空地，但土壤已经改良完毕，只等种子。更深处是居住区，2层的混凝土结构小楼拔地而起，利用溶洞内天然的平台搭建，冬暖夏凉。我转身看向被我接来的父母，父母看到基地，震惊的说不出话。闺女，这……爸爸是退伍军人，见多识广，但也被这工程量吓到了。这真的是咱们家？我神色凝重地对父母说：“外面的雪不会停，这里是我们最后的家。”建国，听闺女的，这地方结实。监测报告：外界气温普降，降至零下10度，任务易完成度90%，极寒天灾正式开启。当前堡垒等级：初级庇护所。我看着系统字幕松了口气，随即去监控室调出外部画面。然而，在屏幕的一角，2个模糊的人影正在雪地里艰难跋涉，他们手里似乎举着什么东西，正试图辨别方向。我看着屏幕上那2个挣扎的身影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随手关掉监控，站起身。外面结束了，从今天起只为自己活。来，爸妈尝尝我刚用净水器过滤的残水，甜着呢。青牛山风雪肆虐，我透过系统监控看着陆明轩和柳如烟在莫西深雪中跋涉，寒风割脸，柳如烟的羊绒大衣湿透结冰。明轩，我不行了，我真的走不动了。他瘫坐在雪地里哭嚎，不想死就给我爬！沈冰那个贱人肯定就在前面，只要找到他，我们就能活。他认定我藏在青牛山，妄想顺着网线寻到踪迹。2人在风雪中摸索了一夜，狼狈逃回空荡公寓。屋内断水断电，寒意刺骨。陆明轩一把推开柳如烟，直冲书房。他赌我留下了电脑线索，备用发电机余电支撑屏幕亮起。他颤抖着点开浏览器记录，我故意留下的痕迹狠狠扇在他脸上。青牛山地质分析溶洞改造方案，发电机采购清单10年份压缩干量供应商，最后是青牛山世外桃源农庄出售信息。陆明轩双眼赤红。青牛山世外桃源，沈冰，你藏得够深啊！柳如烟突然指向角落的物资清单文件夹，点开后密密麻麻的物资表格，大米、抗生素、防弹衣、种子等，让2人倒吸凉气。这都是我故意让他们看到的诱饵。他疯了，他绝对是疯了，他怎么可能买得起这么多东西？陆明轩却狞笑，他买得起，他把房子卖了，把股票卖了，把所有的钱都投进去了。他以为他能独善其身，他以为他能做末世的女王。那我们怎么办？柳如烟瑟缩了一下。我们去求他。那是我的未婚妻，我的财产，她的一切都是我的。如烟，你想活下去吗？柳如烟忙不迭的点头。想，我想。那你就得帮我。沈冰既然能买下那个防空洞，说明他有钱有势。我们得去找人，找那些有枪有炮的人。你是说？柳如烟瞪大了眼睛。对，告诉他们青牛山有个大肥羊。沈冰，既然你不仁，就别怪我不义。此时青牛山堡垒内，我站在监控屏前尽收眼底，系统自带的远程监控功能捕捉到一切。机械音响起，检测到威胁目标，正在策划针对堡垒的袭击。分析目标将利用物资信息引诱外部势力介入，建议启动堡垒一级防御预案。我面无表情，早已料定他会狗急跳墙。妈妈端来水果，担忧询问，我笑着安抚，没事，就几只不知死活的蚂蚁想来搬米。蚂蚁，很快他们就会知道这粒米不是那么好吃的。我拿起对讲机，语气清冷坚定，爸，带上你的工具箱来主控室，我们的客人要来了。屏幕里2人正疯狂翻找通讯录，我眼中寒芒乍现。陆明轩、柳如烟，欢迎闯入我的狩猎场。该死，都是一群废物。监控画面里，陆明轩疯狂翻着通讯录，却无人接听。他咒骂一声，将手机狠狠摔碎在桌子上。明轩，别砸了，我们得想办法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们会被冻死的。陆明轩想到了赵老大，有办法了。只要我们能联系上赵老大，告诉他青牛山有个装满物资的堡垒，他一定会感兴趣的。可是赵老大那个人，只要能活下去，跟谁不是跟？沈冰，是你逼我的。既然你不肯给我活路，那大家就一起死吧。陆明轩拨通了卫星电话，联系赵老大，低声抛出青牛山的宝藏。喂，赵老大，我是陆明轩，我有个大买卖，保证您感兴趣。我坐在主控台前，数十块屏幕泛着蓝光，系统已接入全程通讯。陆明轩的每通电话、每句话都清晰传来。检测到威胁等级提升，分析目标正在联系外部武装势力，建议启动堡垒一级防御预案。爸妈，你们去避难空间里待着。冰冰，你一个人行吗？妈，相信我，这里是我的地盘。听闺女的，我们在这里只会拖累她。冰冰，保护好自己，那些混蛋别手下留情。我知道。一道厚重的合金门缓缓升起，将主控室与居住区分隔开来。我独自一人站在主控室里，面前是密密麻麻的操作台。
我深吸一口气，手指在键盘上飞快地敲击，开启外部电网，开启自动防御炮塔，开启声波驱散装置。随着我的指令，堡垒外部的伪装网下，一根根漆黑的枪管缓缓探出，对准了山下的入口。隐藏在雪地里的高压电网也发出了滋滋的电流声。陆明轩、柳如烟，欢迎来到我的狩猎场。赵老大挂断电话，嘴角勾起一抹贪婪的弧度。青牛山世外桃源，有点意思。20多人的武装队伍迅速集合，他们手持枪械，还有改装猎枪。陆明轩和柳如烟像哈巴狗一样跟在后面。赵老大，您放心，我那前未婚妻就是个软柿子，肯定不敢反抗。最好是这样，要是敢骗我，我就把你剁碎了喂狗。不敢不敢。队伍在风雪中艰难前行，直奔青牛山。3个小时后，他们终于抵达了青牛山脚下。就是这里，堡垒入口就在半山腰。赵老大举起望远镜，他紧盯山腰岩壁，风雪中什么也没有。上去。他们刚上山，积雪塌陷，几人坠坑。赵老大含有埋伏，刺耳声波便炸开，众人痛苦无耳。怎么回事？老大，是声波武器，我们被发现了！给我打，把那山头给我轰下来！枪声回荡，却毫无作用。反击！我的声音在主控室里响起。隐藏在岩壁炮塔突然开火，撤！快撤！我看向另一块屏幕，明轩，我们是不是惹上大麻烦了？闭嘴！沈冰，你这个贱人，你竟然敢杀赵老大，你会遭报应的！我的声音透过高保真扩音器回荡在山谷，冰冷威严。陆明轩、柳如烟，既然来了，就别走了。这青牛山的雪正好缺几个肥料。陆明轩浑身一颤，抬头望向山腰岩壁。你怎么会有枪？你怎么会有军队？明轩，我们怎么办？我们怎么办啊？柳如烟彻底崩溃，瘫在雪地里哭喊求生。陆明轩怒甩他一耳光，嘶吼：“都是你！要不是你怂恿我，我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？”柳如烟捂着脸不敢出声。他深知赵老大一行人已覆灭，强攻无望，转而对着山腰喊：“沈冰，我是你的未婚夫，我们有过感情的，你不能见死不救。”感情？我在监控室冷笑。你们在订婚宴上眉来眼去的时候，你带着人来抢夺我物资的时候，想过感情吗？那是误会，都是误会，是柳如烟那个贱人勾引，是他，不是我。只要你开门让我进去，我把他给你，你想怎么处置他都行。看着这丑陋一幕，我胃里翻涌，声音冷得毫无温度。陆明轩，你真让我恶心。你以为我是那种为了男人可以放弃原则的女人吗？你以为我会为了活下去可以出卖一切吗？我给你2个选择，第一，自己滚，或许能在幸存者营地讨口饭吃。第二，留在这里，成为我堡垒外的第一批肥料。好，沈冰，你有种，你会后悔的。陆明轩咬牙放狠话，拽着柳如烟的头发往山下拖。走，我们走，我们不求他，我们去找别的营地。他惨叫着翻滚，狼狈消失在风雪中。我毫无怜悯，清楚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。转身望着温暖充裕的堡垒，我嘴角扬起自信弧度。这里是我的王国，敢来挑衅者唯有灭亡。清理战场，机械臂伸出清理尸体残骸，焚化装置启动。黑烟转瞬被风雪掩盖。爸妈，危机解除了，你们可以出来了。我语气恢复温柔。冰冰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妈，你们不用担心。看着屏幕里父母关切的脸庞，心中暖意涌动。这就是我奋斗的动力。为了他们，为了这个家，我必须变得更强、更冷酷。陆明轩、柳如烟，下一次我不会再手下留情了。风雪如刀割过旷野，陆明轩拖着冻僵的柳如烟，在风雪里踉跄走了近3小时，终于望见远处避难所哨塔的一点微光。铁皮顶砖房的避难所围着铁丝网，门口持枪守卫。见2人狼狈举枪喝问，陆明轩掏出过期工作证，方才勉强入内。避难所拥挤混乱，柳如烟冻得发抖，低声问能否回家。明轩，我们真的回不去了吗？陆明轩无视他，听着众人议论物资短缺，嘴角勾起冷笑。机会来了。王总管，我知道一个地方，有粮，有油，有发电机，甚至还有枪。哪儿？青牛山，沈冰的堡垒。我前未婚妻，她爸爸是沈建国，你该听说过吧？他们早就在山上建了个地下堡垒，储备足够撑过3年灾变。你既然知道，怎么没进去？他翻脸不认人，把我赶出来了，还派人伏击我们。要不是我命大。陆明轩故意露出臂伤。那女人心狠手辣，现在仗着有枪，根本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一个女人再厉害能撑多久？末日之下，谁有枪谁说了算。这地方地势高，易守难攻，但也不是铜墙铁壁。只要我们组织人手，趁夜摸上去，打他个措手不及。不止我们，现在全世界都缺物资，只要消息放出去，自然会有人先上。好，你去放话，就说青牛山有座末日方舟，里面什么都有，但别提沈冰的名字，就说是个废弃的军用设施，被几个幸存者占了。聪明，让别人去当炮灰，我们等他们两败俱伤，再出手捡漏。3日后，消息骤传，侧苗山发现大型储备属地，有湿有浆，据说里面能发电，还有暖气，口味不多，但装配精良，得人斗才能讨下。各股小势力涌向青牛山，枪在手，跟我走。铁血帮率先抵达，赵铁柱带退伍军警携枪在山脚扎营
伺机强攻。自由联盟紧随其后，这群知识分子与市民的自发团体持简陋武器赶来，主张共享资源，想谈判，被赵铁柱嗤笑拒绝。我看着屏幕上不断闪烁的红点，眉头紧锁。冰冰，这么多人，我们守得住吗？沈建国异常冷静地说：“对方人多，却装备差，组织混乱。”且摸不清己方人数与武器，按键连入保外3摄与扩音。所有人听着，我是沈冰，青牛山堡垒的负责人。你们为物资而来，我理解，但这里不是无主之地，而是我一家的避难所。若你们只为求生，可派代表在山下谈判，我们可酌情提供有限援助。但若有人敢持械强攻，那就别怪我，把你们全都埋进雪里当肥料。赵铁柱冷笑鸣枪，喝令被炸药炸堡垒。吓唬谁？女人也配称王？被炸药，今夜炸破堡垒。3名铁血帮成员背炸药，毛腰进山，自以为避过监控，却触发了雪地压力传感器。我在监控室清点屏幕，目标警告：非法入侵者已被清除，撤！赵铁柱惊喊，铁血帮士气崩，连夜溃逃。风雪停歇第3天，成百上千幸存者涌至青牛山，团团围住山腰堡垒，哭喊着求生存。人群最前方的陆明轩披件染血棉衣，站在巨石上，声泪俱下煽动。沈冰守着物资，见死不救，宁愿粮食烂掉，也不救孩子。他是末日守财奴。人群沸腾，有人扔石头砸门，用铁棍撬围栏，更多人跪地哭喊。他们多是无武器的普通人，只剩求生的执念。妈妈、爸爸，他们来了！指挥室内，我盯着监控屏，妈妈哽咽。这么多孩子，还有老人，我们真的要对他们开枪吗？爸爸沉默良久，挡不住人心，开枪只会让这里变成土场。我闭上眼，瞬间顿悟，真正的末日是绝境中人以正义之名行掠夺之时。我睁眼沉声，我们不战也不降，我们离开，让堡垒。爸爸一震，让给他们，但要让所有人知道，这是我们选的仁慈。我按下总控，启动迁徙协议，关闭主能源，走密道。正午，后山密道的伪装岩壁划开，我和父母身着防寒服，背着背包走出。身后雪谷中停着辆军用重卡改装的移动房车，车身附装甲，配太阳能板、履带与全套生存系统。扶父母上车后，房车启动。履带粘雪驶向远方。此时堡垒前，金属大门缓缓打开，空荡大厅里，红漆大字格外醒目：青牛山让与幸存者生死自负，秩序自建。人群骤静，有人欢呼，有人失神。陆明轩脸色铁青，他本想煽动暴动夺权，却没想到我竟直接撤离，不战而赢的敬意。雪原深处，房车暖意融融，妈妈煮着热汤，爸爸调试卫星地图，我握着方向盘望向远方。我们去哪儿？妈妈问。不知道。我微笑，但只要车还在动，我们就在活着。车载广播响起老歌。车顶太阳能板转动捕捉微光，车后履带印刻在雪地上，如一行宣言。我曾守一座山，如今我走一条路。我不再是女王，我是末日行者。房车穿行在荒芜的山间，天地一片沉郁。车厢内炉火温热，驱散了窗外的苍凉。还是火锅最解乏，这可是末日里头等享受。就你讲究，可别忘了这是最后一包料包，省着点用，多吃点。开了一天车，累坏了吧？我单手握盘端碗笑，值了。为这口热乎的，绕在多山头野院。车窗蒙雾，秀擦后望向荒芜公路，这是必废墟的小道，地图上细如无痕。中控屏闪，全息红点自后方快速逼近。系统预警。怎么了？有劫匪。系统刚报的警。我切换防御模式，车内灯转暗红，车窗密封。启动移动堡垒防御协议 V1.2，激活热源干扰装置初级。提示：可使用声波震慑或烟雾弹进行驱离。系统开启热源干扰，准备烟雾弹。指令确认倒计时3、2、1。转瞬，两车岔路冲出逼近，房车喷烟降温，红外失效。什么？热源消失了？妈的，这破车有系统防护！别管那么多，砸了它！找死！我急刹停车，后车追尾相撞，我按下红键。一道震荡波扩散，车窗碎裂，劫匪惨叫出血，武器掉落。就是现在！警报解除，威胁目标已驱离，战斗评价 S 级应对。提示：可消耗积分对房车进行结构强化或加装防御武器。哇哦 ，S 级评价，我忍不住笑了。系统这次挺大方啊。吃吧，别让这些臭虫坏了胃口。生态循环系统，那不是意味着以后我们能在车里种菜、净水，甚至养点小鱼？这可比堡垒还舒服。当然，我点击确认，升级太阳能板加净水装置，种植仓先存着，等找到安全点再装。升级中，预计耗时12小时，请停靠至安全区域。房车驶入废弃林间护林站，我停稳拉手刹，车顶太阳能板自动展开，如银翼微调角度汲取微光。夜渐深，窗上凝着热气水雾，我看着安全绿光低语，真正的堡垒不在壁后，而在路远。敬系统，敬火锅，敬我们永不沉没的移动城堡。碰杯轻笑，暖意破迹，前路漫漫，系统在，家与希望皆在。清晨阳光洒在荒原，房车太阳能板校准完毕，系统界面弹出。升级完成，太阳能效率提升40%，净水装置日均产8L 可饮用水。生态循环系统
运行稳定。警告：检测到求救信号407.1兆赫，离加密西北偏北113公里处，强度2%，7分23秒后中断。末世3年，还有人用老式应急频段。我盯着雷达皱眉。爸爸经典回放分析，民用信标大概率是平民或小团体。系统同步分析，信号87.3%，匹配人类自发求救，排除99.6%，已知陷阱，建议无人机远程监听。任务触发：荒原低语，追踪信号，查明来源，奖励信号解码，模块及稀有物资成衣。系统都发任务了，不去不行。我笑道。爸爸点头。我们能活下来，也曾靠别人伸手。妈妈默默将急救包、备用电池塞进我背包。房车向西北行驶，途中系统警报，信号重发，被困就科研占 B 区，氧气只剩。我调出地图，是末日前生态观测站，地下3层，有备用电源可能。启动无人机侦察。半小时后，画面传回黄沙扮演的建筑群内，B 区走廊有2人影，一人蜷缩角落，抱着机械小熊。傍晚，我们将房车藏于干涸河床，并启动伪装模式。我带夜视仪、短枪独自潜入，追踪器锁定信号源，地下 B3室27米处，3人生命体征微弱，速救。系统突然预警，检测到潜伏型变异体成衣，建议烟雾弹加声波干扰。我绕至应急通道潜入。B3室半开的门后，一25、6岁男子昏迷在地，怀中紧抱破损终端，身旁8岁女孩正用铁丝修机械小熊，小熊后盖内藏微型电路板。新任务触发：被封印的齿轮，救出团队。系统警示：变异体距15米，威胁等级橙色。我立刻挡在女孩身前，通讯器呼叫接应，背起昏迷男子。女孩突然塞来一枚芯片，哥哥的研究核心，好多人抢。芯片刻着 MK7，亦是锚点协议。我迅速藏进手环隐藏槽，在风沙中加速撤离。大雪连下数月，天地冰封，房车踏雪前行，履带碾冰作响，车顶太阳能板除霜，蓝光在风雪中微亮。车内暖风全力运行，我紧盯雪幕前路。后视镜里，男子昏迷在医疗舱，小女孩裹着毛毯，盯着我手中的改装手枪。姐姐，你枪管散热太快，极寒1节双卡膛加导流罩，还能暖手。你叫什么？小满，我哥是天穹科技的杨战。警告：检测到7个高速，接近高热源，8分12秒后拦截。威胁确认，劫匪增援。3辆改装雪地战车，配备重火力电磁脉冲热能追踪弹。环境：极寒模式，冷却正30%，结冰风险上升。任务：冰原血路，击退追兵，全员存活或模块。积分：材料包。又来。伪装模式关闭，启动热源干扰，释放假热信号，声波震慑准备。提示：小满，想不想帮姐姐个忙？想。让我改造一下这把枪吧。他点点头，眼神坚定的不像个孩子。启用工坊，消耗30积分。启用。激活武器优化2次，限时。导热管替换为聚醚复合材料，枪管缠绕电磁线圈，加装微型冷却喷口。姐姐，你有这东西吗？有。测试模式。环境：雪原6米每秒，零下37摄氏度，3载具。开火，命中加89%，结冰54%，过热62%。成了。哇，姐姐你怎么做到的？我眨眨眼，没多解释。秘密。8分钟后，3辆黑战车从后方冲出，把车停下，把车里面的物资全部交出来，老子饶你们一命！履带碾冰，撞脚冒烟，机枪泛寒，车上正是被击退的匪首。做梦，油门到底，房车疾驰，履带破冰，枪响，后窗崩裂，蛛网纹。妈，启动干扰，已开启。不好，他们会瘫痪系统。你哥的宝贝呢？音波破雪，一车起火，一车架起脉冲。小满立刻从哥哥背包中翻出那台破损终端，插入车载接口。他飞快输入一串代码，接入成功，启动反向干扰。警告：系统入侵，是否启动反噬协议？消耗积分80，反噬生效。目标系统紊乱，脉冲偏移37%，电路短路。敌方脉冲装置冒烟爆炸，车辆失控打滑。干得漂亮，下一个交给我。点射致命，一车焚坠入坑，残敌孤注一掷，悍然冲撞。小满，新武器交给我。他跃副驾，架枪击发，蓝光破雪，离车炸坠冰崖，火光即逝。警告解除，任务完成。冰原血路 S 级评价，奖励到账，解锁战术协同模块，积分加200，材料包成衣，电磁护盾图纸。房车减速缓停雪埋加油站，我引门松气，白气散尽。小满走近，姐姐，你到底是谁？一个想活下去的人。以后我帮你修东西，你护着我哥哥，好不好？好。夜色笼罩，房车再度启程，履带破冰，驶向远方。风雪未歇，房车在冰原上划出一道孤独的轨迹。系统警报，再度撕裂寂静。紧急警告：12个高能热源信号，雪地突击编队，携重型破甲武器，6分30秒后拦截，威胁橙色家，疑似劫匪主力。任务升级：风雪之巅，全歼击溃敌人，保护成员，奖励极寒生态舱，积分加500。冰原隐形伪装系统图纸。他们不肯罢休。爸爸扣紧狙击枪，紧盯后视镜。妈妈立刻启动冰原伪装协议，关闭非必要热源，开启雪地迷彩投影。我回头问小满：“你哥的终端还能用吗？”小满飞快敲击破损终端，能，但需外部算力。你的系统能连吗？我默念授权终端最高加密接入。系统提示：检测到高危请求，启用数据迷宫反向追踪，消耗积分100。启用数据迷宫激活，敌方指挥系统植入病毒，倒计时3分钟。他们内部会自乱阵脚。我冷笑，但不能靠这个赢。小满，
改造第2把枪，加装冰霜稳定器，打引擎核心，3分钟后改造完成。系统模拟极寒环境命中率92%，结冰风险降70%，穿脱力声45%。成了，我将枪交给爸爸，打带头那亮，一枪定局。爸爸架枪瞄准，枪声响起，子弹穿透风雪，击中战车引擎，爆炸吞没整车。系统提示：检测到敌方正在破解数据迷宫。小满接入你的终端，启动反向烧录，把他们的导航系统改写成冰原迷宫。敌方战车混乱，或撞冰崖，或陷雪坑，仅剩一辆试图逃逸。系统提示：启用战术系统，终极技能冰封锁定，消耗积分200，冷却2小时。启用冰封锁定激活，目标被冰晶牢笼包裹，引擎熄火，警告解除，任务完成 S 级，奖励发放：极寒生态舱积分加500，冰原隐形伪装系统图纸，稀有材料包乘2。风雪依旧，房车碾过冰层，继续驶向未知远方。雪小了，杨战自生态舱醒来，白雾中适应光线，苍白却沉稳。哥哥，你终于醒了。我睡了多久？7天。我回头递上一杯热饮，你身体太弱，能活下来全靠这车上的生态舱和你妹妹的拼死守护。辛苦你了，妹妹。其实我们的救命恩人是这位姐姐。这辆车系统结构很特别，模块化设计，能源自循环，还有独立的战术预警模块，这不是普通房车。哦，你还懂这个？我哥可是专门研究这个的，他老厉害了。最厉害其实是我哥，这张帅脸，喜欢他姐姐老多了。小马，车队前行，我调取监控，旧堡垒已被劫匪占据，沦为匪巢。早该想到那种地方，守得住一时，守不住一世。我关掉画面，心境平淡。车行进至第3天，天空竟然开始放晴，持续数年的暴风雪停了，暖阳洒落冰原，空气中套出一丝春意。雪停了，老天开眼了，我们是不是熬过去了？太突然了。我打开系统面板，调取全球气象数据。异常警报：极地涡旋异常减弱，赤道热流北移，全球气温24小时内上升52摄氏度。哥哥，你看，它指向雪山，峰顶旗帜悬着天穹就辉，下方冰封太阳纹样缓缓开裂。杨战脸色骤变。那是我们实验室的应急信号塔，但那地方早就废弃了。怎么？你认识？那是我以前参与过的一个项目基地。他声音低沉。我们研究的是气候稳定技术，但项目中途被叫停了。如果那信号塔亮了，说明有人重启了它。而且控制信号的中继频率和青牛山洞的劫匪频道一致。车内一时寂静，杨战看着我。你们打算怎么办？我握紧方向盘，我轻声呢喃，继续前进。系统提示：新任务破冰之日欲在启动，警告：气候控制器已激活，全球生态链濒临崩溃。雪霁天晴，世界新生，我却清楚，真正的风暴才刚启程。我叫沈冰，今年25岁，我正处在极寒末日。极寒的第一缕阳光升起时，全世界仿佛复活了。冰封的废墟上，幸存者们颤抖着推开避难所的铁门，走出地下掩体，仰望着久违的天空。有人跪地痛哭，有人相拥而泣，有人跪在地上抓起一把融雪塞进嘴里。他们以为春天回来了，末世结束了。可阳光来得太急，也太烫。系统面板上的温度曲线像一柄利剑，直刺云霄。全球平均气温从零下110摄氏度飙升至零上40摄氏度，仅用不到48小时。部分地区监测到地表温度突破60摄氏度，且仍在持续上升。这不是回暖，这是焚化。我盯着系统屏幕，指尖发冷。紧急警报！检测到高强度太阳辐射聚焦现象，臭氧层正在崩解。生态预测：淡水将在72小时内蒸发过半，食物链将全面崩溃。人们开始疯抢遮阳物资、水源、制冷设备。城市废墟中，枪声再度响起，比极寒时更激烈，因为这一次是为活命的资源而战。我们正行驶在废弃的高速公路上，前方突然出现3辆改装越野车，车顶架着高压水炮和火焰喷射器。为首的车辆打开扩音器，一个熟悉又令人作呕的声音响起：前方房车注意，我是陆明轩，代表新秩序联盟执行资源整编任务，交出控制权，交出所有资源，登记人员信息，可获庇护与降温配额，抵抗者视为敌对。陆明轩，我瞳孔骤缩，那个渣男竟还活着，还摇身一变成了新秩序联盟的执行官。我冷笑出声，手指敲在系统面板上，来得好，来得妙。我正愁找不到人算旧账，他倒自己送上门来了。启动移动堡垒防御协议。我下令，系统响应，激活热能反射涂层、电磁屏蔽场、自动反击模块。房车外壳泛起一层微弱的荧光，热反射涂层启动，车体温度迅速下降。对方显然没料到我们能扛住高温，更没料到干扰器失效。为首的车猛地加速，试图强行拦截。我猛打方向盘，房车猛然转向，撞开一辆侧翼车辆，同时
系统自动锁定目标，车头弹出2枚冷冻弹。这是上次任务奖励的极寒喷射器改装版。只听轰的一声，冷冻弹在对方车底爆炸，瞬间结冰，2辆车打滑翻滚。但中间那辆越野车车顶的火焰喷射器已预热完毕。陆明轩站在车顶，穿着崭新的战术装甲，手握扩音器，狞笑着大喊：“抵抗者死！”我看向杨战，杨战能黑进他们的系统吗？给我30秒。他手指飞快，上传病毒，成功。对方车辆仪表盘闪烁红光，引擎熄火，撤退。我下令房车加速冲入前方一座废弃服务区。我们决定短暂休整，补充水源，同时分析局势。杨战擦着汗，脸色发白。他们不会善罢甘休。这新秩序联盟有技术有组织，他们不是劫匪，是想建立新世界秩序。热浪翻滚，柏油高速路早已融化成黑色的胶质，像一条条垂死的巨蛇蜿蜒在雪原之上。远处的地平线在高温中扭曲，房车的轮胎碾过发软的路面，发出沉闷的呼吸声。我们刚在废弃服务区休整不到2小时，系统雷达就发出刺耳警报，警告！检测到3辆高热能反应载具，正以120 km/h 速度逼近，型号研磨3型突击战车，识别信号陆明轩生命体征确认。后视镜中，3辆通体赤红的装甲战车正撕开热浪冲来。但我们现在只有房车，没有重火力，怎么打？谁说我们没有？我按下中控台一个红色按钮，启动极寒核心，移动堡垒，烈日模式，激活。系统响应，热能反射涂层升级为极寒护盾，制冷系统反向过载，车体表面温度骤降至-40°C。小满，武器系统交给你，哥哥，帮我锁定他们的散热口。交给我。第一发激光炮擦过车尾，炸起一片融化的沥青。坐稳了。后方第1辆战车追击过猛，轮胎瞬间打滑，但第2辆战车立刻调整模式，开启悬浮模式，越过冰带，车顶激光炮再次充能。他们要开火！杨战，干扰程序好了没？所有人低头。激光炮发射的瞬间，敌方战车仪表盘突然闪烁红光，激光炮能量中断，车体剧烈晃动。就是现在，我猛踩油门，房车加速冲出，同时小满按下按钮，电磁冰锥发射。啊！发动机熄火，我们动不了了。陆明轩，你竟然为了苟活把柳如烟推给劫匪，现在还想用新秩序的旗号统治幸存者？你懂什么？在这末世，仁慈就是软弱。我活下来是因为我够狠，而你们都会死在我脚下。话音未落，第3辆战车突然从侧方冲出，小心！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，系统突然提示：紧急任务触发，烈日追击，目标在高温高速环境下击退陆明轩追击部队。奖励：解锁热能逆流模块。好，那我们就把他的太阳变成我们的火种。我猛然推动操纵杆，房车车尾喷出一道幽蓝火焰，热能逆流模块启动，外界的高温被吸入系统，转化为动力，车速瞬间飙升。小满，准备终极病毒，已就绪。冰封 Omega 病毒一旦注入，他们的系统将永久冻结。上传吧！你们不能这么做，我是新秩序的执行官，我有资格。我也。3辆战车同时爆出红光，系统全面锁死，车体在高温中开始自燃。最后1辆战车中，陆明轩疯狂拍打控制台，却无法启动任何系统。他透过车窗死死盯着我们的房车，嘴唇颤抖，却说不出一句话。我没有停下，只是冷冷留下一句：陆明轩，这不是结束。房车驶入前方一片被融雪淹没的峡谷，身后是3辆在烈日下燃烧的残骸。任务完成，烈日追击评价 S 级。奖励：解锁热能逆流模块，能源效率正40%，可吸收外部热量转化为电力与制冷能。车内众人松了口气。我叫沈冰，今年25岁。我正处在50多度的高温天气的末日，上午还是50多度的高温天气，午后突然乌云密布，白昼变成黑夜。起初，当第一滴雨砸在滚烫的柏油马路上，蒸腾起一股白烟时，人们是欢呼的。在那持续了数月的令人窒息的高温地狱里，每一滴水都曾是奢求。大家张开干裂的嘴唇，任由雨水冲刷着满是灰尘的脸庞，仿佛迎来了神迹。但神迹很快变成了诅咒。天空像是被捅漏了一个巨大的窟窿，雨水不再是滴落，而是倾泻，是奔腾，是永无止境的。灰色的瀑布雨没有停歇的意思。气温并没有因为降雨而降低，反而在雨水的蒸腾下变得愈发湿热粘稠。空气像是一块浸透了水的厚重棉被，死死地捂住每个人的口鼻。这种高温加暴雨的诡异天气，让全球的气候系统彻底崩溃。警报！警报！海洋监测到超强海啸波，预计15分钟后抵达海岸线，请所有内陆居民立即撤离至高地。重复，请立即撤离。房车的广播里传来的女声已经嘶哑，
带着无法掩饰的惊恐。哥，那是什么？小满的声音带着哭腔，他死死抓着房车的扶手，指节泛白。我和杨战冲到驾驶室，透过被雨水模糊的挡风玻璃向外看去，远处一道黑线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内陆推进。那不是普通的浪，那是一座移动的高达数十米的水墙，它吞噬着沿途的一切建筑、树木、车辆，发出震耳欲聋的轰鸣，如同远古巨兽的咆哮。下一秒，我们被巨浪吞噬，醒来的时候，我们已经飘在茫茫大海之上。原来，当巨浪袭来的那一刻，房车系统自动完成避险防护，变成一个全封闭的潜艇堡垒。此时，我们站在这辆由房车改造而成的海上堡垒的顶部，望着四周无垠的灰蓝色水面。曾经的城市、道路、田野，全都消失在浑浊的浪涛之下，只有零星的高楼尖顶，像墓碑一样刺出水面，在暴雨中沉默地哀悼着旧文明。系统提示：全球平均海平面已上升187米，陆地可居住面积剩余 0.3%， 气候控制器失控持续中。我们真的回不去了，妈妈喃喃道，手指紧紧攥着栏杆，指节发白。3天前，最后一块大陆架被淹没，青牛山早已沉入太平洋底。陆明轩的新秩序联盟基地，连同他那些精心构筑的权力幻梦，一起被巨浪卷走，尸骨无存。至于柳如烟，没人知道他最后逃去了哪里，或许正抱着一块浮木，在某个风暴眼里尖叫。但对我们而言，退路已断，唯有向前。我沉声下令，启动深蓝协议，确认指令，执行末日海洋方舟模式。随着一声低沉的机械嗡鸣，房车履带缓缓收起，车体两侧展开2排折叠式浮筒，底部的压载舱开始注水调频，车顶升起太阳能、风能复合桅杆，尾部螺旋桨缓缓转动，搅动起一圈圈涟漪。它不再是陆地上的移动堡垒，而是一艘真正的末日方舟。突然，雷达发出尖锐警报，东南方向3艘快艇高速接近。杨战迅速调出影像，画面中3艘用渔船引擎改装的快艇破浪而来，船头架着焊接钢板，甲板上站满持枪壮汉。为首一艘船舷上用红漆刷着狰狞大字“朝狼帮舰船急收”，是沿海黑帮残余。他们在末日前就控制走私、人口贩卖，如今更是如鱼得水。扩音器里传来粗野喊话：“前面的铁壳子，立刻停船，交出所有物资、武器、女人，否则把你们打成筛子喂鱼！”他们盯上我们了，不能停。我说：“一停，我们就成了砧板上的肉。”可他们有重火力，我们有脑子。我迅速下令杨战启动烟雾发生器，爸爸带人守左舷，小满锁死舱门，启动自动炮塔预热。话音未落，对方已开火，子弹呼啸着打在装甲外壳上，溅起火星。快艇呈扇形包抄，试图登船。放烟，浓密白烟从船尾喷出，瞬间遮蔽视线。快艇被迫减速。就是现在，我按下按钮，启动高压水炮加电磁干扰弹。船侧2门改装消防水炮猛然喷射，不是普通水，而是汇入盐粒和金属碎屑的导电高压流。水流击中快艇甲板，瞬间短路了他们的电子设备。一名持枪者惨叫着被电击倒地，同时1枚干扰弹射向空中，爆开一团电磁脉冲云。对方通讯中断，阵型大乱。右满舵，撞中间那艘堡垒，猛地转向，钢铁船手狠狠撞上敌艇侧舷。木质快艇哪经得起这等冲击？船体当场断裂，海水疯狂涌入。跳水了！跳水了！敌人惊恐大叫，但我们没给他们逃生的机会。自动炮塔旋转而出，发射的是非致命橡胶弹加催泪瓦斯混合弹。杀戮会引来更多敌人，但制造混乱和恐惧足以让他们溃逃。剩下2艘快艇见势不妙，掉头就跑。追吗？杨战问。不追。我摇头，穷寇莫追。但他们一定会叫来更多人。果然，半小时后，海平线远处出现黑点，一艘锈迹斑斑的救货轮，船身涂满骷髅标志，正是朝狼帮的母舰黑沙号。该死，又来了！爸爸沉声道：“那就让他们崩掉牙。”我望向阴沉的天空，从今天起，磐石号不再是逃难者。我们要让所有掠夺者知道，抢我们的东西等于自杀。我们的堡垒方舟在海上航行，突然警报响起。警告！3公里外发现高速目标集群，识别为快艇乘4，母舰1艘，威胁等级高危。大家准备，
我一声令下，房车从航行模式切换至堡垒防御型，闭合装甲板，并喷上防攀爬凝胶，升起稳坐360度电磁炮塔，释放水下声波驱逐器，将太阳能翻板折叠为电磁屏障，全船转入静默通讯，紧连内部链路。他们来了。小满盯着屏幕，小手飞快操作，快艇分2路包抄，母舰在后压阵，想用火力压制我们，再登船抢船。3分钟后，第一波快艇进入射程，开火。电磁炮塔温明，2枚高速弹丸撕裂羽幕，精准击中领头快艇引擎，轰！火球腾起，木屑与残肢飞溅，但敌人早有准备，其余快艇立刻释放烟雾弹，投掷磁吸干扰器，试图瘫痪我们的电子系统。小满启动备用回路，我喊正在重载，3秒，2秒，好了。小满迅速切换能源路径，炮塔壁重新上线。与此同时，2艘快艇趁机贴近路线，钩索刚刚进入甲板。他们要登船。妈妈在核心舱通过内线喊道：“那就让他们登个够！”我冷笑，按下红色按钮，启动甲板陷阱协议。钩索固定区域地板下沉，露出高压电击网。2名爬上来的暴徒惨叫跌落身亡。第3名暴徒跳上甲板扫射，手中炮台点射穿透其肩胛，将其击落入海。母舰开火了！杨战急报，远处黑沙号船首的20毫米机炮喷出火舌，子弹如雨点般砸来。磐石号剧烈震颤，但复合装甲只留下浅痕，他们的火力打不穿我们。我说，耗下去对我们不利。小满放出海瑶，船底舱门开启，3架小型无人潜航器滑入深海，代号海瑶，装备微型炸药与声呐诱饵。10秒后，水下突然闷响，黑沙号左舷突然爆开，螺旋桨被炸断，船体失控打转。干得漂亮！爸爸大笑。快艇见母舰受损，士气崩溃，纷纷掉头逃窜，但我们没打算放过他们。杨战锁定逃逸路线，小满预判拦截点，我冷静下令放雷针，发射水面智能雷阵。船尾射出数枚浮雷，在敌艇前方布设，敌艇驶入后引爆，2艘解体，1艘搁浅。系统提示：威胁解除，切换航行模式，能源消耗12%，建议补充淡水。妈妈和我相互拥抱，爸爸擦着炮台，笑叹土匪该学乖了。暴雨连下多日，海面翻涌，雷达红点密布，多艘舰船3面合围。怒涛号上，陆明轩未死，收拢黑帮自封总指挥，柳如烟则成了他的情报官。他们倾巢而出了，这是最后一波。我点头，目光未离屏幕。杨战站在我身侧，声音低沉，手指快速在控制台上滑动。可我余光总忍不住看向他，他从不多言，总在细节里默默守护我。系统警报响起，追踪信号已清除，但敌方已锁定位置。全员战斗位置，启动终极堡垒协议方舟模式。堡垒方舟变形，全装启动，屏障升起，驱逐器激活。爸爸，左舷压制，杨战，主火控交给你。你呢？我在你旁边，我们一起打完这场仗。好，战斗爆发，炮火破鱼，快艇群袭，2艇爆碎，8艇进逼。他们投掷磁吸炸弹，启动反磁脉冲。我按下按钮，同时一把拉住他胳膊，低头。气浪炸穿甲板，你受伤了。他因护我伤臂流血。没事。他甩了甩手，继续操作火控。比起这个，你看右边。柳如烟绕到盲区，举枪瞄准天线。小满急喊：他要毁掉我们的眼睛！我持狙冲高台，屡晃视线，心跳放慢，世界就近了。子弹穿雨幕，炸油箱，火球腾空。柳如烟葬身火海。如烟，陆明轩目眦欲裂，怒极无悲。撞过去。沈冰，你这个心狠手辣的女人，给我撞沉他们！他疯了，那就让他撞个够。启动重力锚定，磐石号锚定海底稳如山，引擎反向喷射造水墙。怒涛号狠狠撞上，船首折断。陆明轩飞坠甲板，折泪吐血。正台眼自裂怨问：为什么总是你赢？因为你只想着抢，而我们只想守护。他还未爬起，便被巨浪卷向深海，恩怨皆沉。我轻叹，海面渐平残敌溃，雨停云开扬洒雾。小满跑出来，仰脸感受久违的暖意。雨真的停了。广播突收轨道集讯 ，GSC 全球公告：致全体幸存者，全球降雨已停，海平面止升，大气循环恢复，3月内气候归常，人类文明未终，重建启幕。几人相拥，泪流满面。爸爸笑道：“小子，干得不错。”疼吗？余吻他颊，眸光暖，我缠臂，心怦然。不疼。四目相对，我轻声：“只要你没事，就不疼。”无告白，无誓言，劫后余生的凝视，眼底映着光。小满偷笑，被妈妈捂住嘴。远处海鸟掠水，鱼跃浪花，天边出现一道微弱彩虹。末日终了，是不肯放弃的人们守住了光，也守住了彼此。接下来去哪儿？我看向东方的太阳说：“回家。”我陪你。姐姐，哦不，我应该要改口叫嫂嫂才对。呼啸声中，我们的堡垒调转航向，驶向重生新世界。身后只留蔚蓝与守护，希望与爱的传说。